第一课，园艺早期干预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花园，及早发现害虫，防止它们造成损害，真的很有帮助。没错，早期发现可以省去我们以后很多麻烦。检查植物时，你通常会观察哪些迹象？我检查叶片上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萎蔫迹象。这真是个好办法。我通常会在叶子底下找虫子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不注意，这些小家伙会造成很大的破坏。你找到什么有效的害虫防治方法了吗？我更喜欢使用天然疗法，比如印链油，它对植物来说是安全的。听起来很有效。我听说大蒜喷雾也能驱虫。可以，而且在家做也很容易。我喜欢让我们的花园不使用化学品的想法。我也是，这对环境和我们的健康都有好处。半生种植怎么样？我听说它有助于病虫害防治。是的，某些植物种在一起可以自然的驱赶害虫。太棒了！我应该研究一下哪些植物搭配种植效果好。本季我们不妨尝试几种方法，看看哪种效果最好。祝愿我们的花园健康繁茂。第二课，整理收纳的艺术。我感觉很有成就感。首先，我清理掉了所有过期和不需要的物品。真是个绝妙的开始，它创造出的空间真是太大了。确实如此，我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过期产品。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遇到，我们常常会忘记自己储存了什么东西。没错，现在书架看起来干净整洁多了。你应该感到自豪，整理杂物可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谢谢。你呢？你的整理收纳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取得了一些进展，我整理了衣服，捐出了好几件。太好了，把不用的东西扔掉，感觉真好。是的，这样就能腾出空间放置我们真正喜欢的新物品了。你在衣橱里发现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吗？找到了，我找到了一条我都忘了的裙子，它现在还很合身。真是个惊喜，感觉就像在自己的衣橱里购物一样。没错，感觉就像没花1分钱就买了一套新衣服。让我们一起整理杂物，发现隐藏的宝藏吧。第三课，糟糕的跑者。我听说了上周末的比赛，真是场灾难。真的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被自己的鞋带绊倒。那真是个典型的失误，当时的场面一定很滑稽。想象一下人群的反应，他们肯定都笑出声了。没错，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脸朝下摔在赛道上。这看起来像喜剧电影里的场景，不是吗？
是的，我很好奇跑步者当时在想什么。或许我应该把鞋带系2层，或者也许会说，我睡个午觉之后就要赢得这场比赛了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起步慢，赛前小睡一会儿，妙啊！这策略真不错，但是其他赛车手呢？他们当时一定很困惑，这是热身的一部分吗？没错，我能想象他们像玩游戏一样躲避摔倒的跑者。或许是躲避障碍物的游戏。没错，这本身就是一项全新的运动。我想知道是否有人试图帮助那位摔倒的跑步者。我猜大多数人只是继续跑，适者生存。真是太无情了。但当你自己都在逃命的时候，又怎么能帮得了别人呢？没错，那如果跑步者站起来继续跑呢？那将是终极逆袭。我绊倒了，但我仍然在这里。这正是我所钦佩的精神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也永不放弃。关键在于坚持，即使你看起来很滑稽。没错，每个伟大的运动员都会有尴尬的时刻，不是吗？当然，这以后会成为很棒的故事素材。我相信这个故事将会流传很多年。没错，还记得那个摔倒后成为传奇的跑步运动员吗？人们常说，每一次跌倒都蕴含着教训。没错，或许我们都应该多摔几次跤。只要不是在赛道上，我完全赞成。同意，绊倒这种事还是交给专业人士吧。明智之选。我的咖啡在哪儿？我得补充能量，准备下一次跑步。燃料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如果你打算一路狂奔到咖啡馆的话。我得练习一下跑步技巧，以防万一。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躲避障碍物，或者被自己的热情绊倒。第4课，教学的乐趣。学生们在1个小时内能问出这么多问题，真是令人忍俊不禁。确实，这就像一场知识问答游戏，他们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我有时会想，他们是不是事先准备了一份秘密问题清单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问题显得莫名其妙。例如，他们为什么会问三明治的历史呢？臭名昭著的三明治问题，看来它很受学生们的欢迎。或许他们认为这会提升他们的烹饪技巧。或许他们认为这对于通过考试至关重要。那确实是一道有趣的考题。请解释三明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。我已经能想象到那些富有创意的答案了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它是自由的象征。也有人说它代表着团结，将各种成分融合在一起。没错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，就像他们的三明治一样。
而这正是教学如此有意义的原因。不得不说，我很喜欢他们回答中的幽默感。幽默是激发学生兴趣，让学习变得有趣的好方法。没错，笑声的确是最好的老师。我同意，这有助于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。我们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，这真是令人着迷。当然，毕竟教学是一个双向的过程。每条街道都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弯，就像我们的对话一样。说到这里，你收到过的最难忘的问题是什么？哦，这可真是个难题。我曾经有个学生问我能不能教他们如何与动物交流。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或许有一天，他们会为此发明一种通用翻译器。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将继续我们的教学之旅。第5课，志愿服务之旅。我最近在一家大学做志愿者，那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？它被称为边境学院，教员们的工作内容与当地教师相同。具体来说，这是如何运作的？你觉得自己在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吗？我做到了，看到学生们的技能有所提高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那一定很有成就感。你当时和哪些年龄段的孩子一起工作？我主要面向成年学习者，他们求知欲很强。太棒了！你教了他们什么科目？我教英语和基础电脑技能，这很有挑战性。我能想象，你在教学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？当然，有些学生一开始不太敢发言。你是如何鼓励他们更多的参与的？我采用了游戏和小组讨论的方式，这活跃了气氛。这真是个好策略。你和学生之间建立起什么特别的联系了吗？是的，我做到了。他们分享了彼此的故事，这让我们之间建立了联系。真是太暖心了。你最喜欢这次经历的哪个部分？看到他们的自信心不断增强，这对我来说是最令人欣慰的。我能理解，见证个人成长确实令人鼓舞。确实如此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和他们从我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多。这就是教学的魅力所在，不是吗？当然，这是一条充满学习和欢笑的双向道路。第6课，力量训练的奇招。你平时也会进行力量训练吗？是的，我会在有氧运动后进行一些力量训练。听起来挺刺激的。你是怎么入行的？我想增强体能，当然也想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。真厉害！你举重吗？我喜欢用较轻的重量做更多次的练习，这样才更有乐趣。
很有意思的选择。我通常喜欢比较重的。啊，看来你很喜欢挑战举起一辆小型汽车。也许不是汽车，但我确实喜欢挑战极限。我简直不敢想象。不过千万别一夜之间变成超级英雄啊！如果我会的话，我肯定会在健身房里披着斗篷。不得不承认，披风绝对会成为一种时尚宣言。或许我可以引领一股新潮流，超级英雄也举重。那肯定会吸引眼球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新闻标题：举重运动员成为当地传奇。我会成为你头号粉丝，在场边为你加油。感谢你的支持，你简直可以做我的专属啦啦队了。到时候我得好好练习一下我的加油口号了。高高举起，让它飞翔。这加油口号真够响亮的，我或许会举起更重的重量来给你留下深刻印象。这才对嘛，记得之后要拉伸一下。拉伸？那不是胆小的人才能做的吗？完全不是，它能让肌肉保持活力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我会听从你的建议，肌肉健康才能强壮。第7课，了解腹部无力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的腹部会有奇怪的凸起？是的，我见过这种情况，似乎很常见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这可能是由于腹部肌肉层薄弱造成的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这种弱点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有时，这种情况发生在怀孕后或体重大幅下降后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所以，肌肉无法将所有东西固定到位。正是如此，这样可以让肠道向前推入空隙中。听起来不太舒服，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吗？是的，有的。强化锻炼可以支撑腹壁。很有意思。您会推荐哪些类型的锻炼呢？平板支撑和抬腿等运动非常有益。我听说过平板支撑，看起来很有挑战性。应该坚持多久呢？以30秒到1分钟为目标是个不错的开始。这可以做到。那抬腿呢？容易吗？他们一开始可能比较难练，但他们确实能有效锻炼下腹部肌肉。我得试试。有什么给初学者的建议吗？开始时动作要慢，注重姿势，避免受伤。听起来很明智。开始之前需要咨询医生吗？是的，尤其是如果本身就有健康问题的话。感谢您的建议，很高兴知道有方法可以增强力量。当然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能看到显著的效果。我很兴奋能开始我的健身之旅，谢谢你们的鼓励。欢迎，让我们一路互相鼓励。
第8课，旅行故事。我的航班很顺利，行李也很快就到了。真是松了一口气。你顺利找到交通工具了吗？是的，我在航站楼外面找到了接驳巴士。太棒了，那些摆渡车有时候确实挺棘手的。真的，我曾经等了1个小时的班车，结果他根本没来。哦不，听起来真让人沮丧。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最后我还是打车去了，花了一大笔钱。这就是方便的代价吧？没错，我吸取教训了，以后一定要先查看班车时刻表。真是个明智的决定。除此之外，你的飞行体验如何？是的，机上娱乐出乎意料的好。你看了什么？也许是部浪漫喜剧。不，我看的是一部关于奶酪生产的纪录片。奶酪，这倒是个有趣的选择。我原以为会很俗套，没想到却非常精彩。我能理解为什么奶酪生产会如此吸引人。他们展示了奶酪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成熟，并发展出不同的风味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也得看看。我强烈推荐。不过看完之后我都饿了。一部能让人食欲大增的纪录片，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没错，下飞机的时候我特别想吃奶酪拼盘。那真是我能欣赏的奢侈品。或许我们稍后应该准备一份奶酪拼盘来庆祝您的到来。听起来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奶酪和好友相伴，简直是绝配。我同意，让我们每次您来访时都这样做，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了。第9课，迟到。嗨，我刚收到你的消息，你今晚真的会晚到吗？是的，恐怕是这样。我堵车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，交通状况确实难以预测。感谢您的理解，我会尽快处理。不用着急，毕竟安全第一。谢谢。即使我很想看电影，我也会小心驾驶。你最期待哪部电影？我非常期待这部新喜剧，听说它超级搞笑。我也听说这部剧很棒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演员？没错，男主角总是能逗我笑，他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。我同意，我觉得他连购物清单都能写得很有趣。这是并非人人都有的天赋。没错，我很好奇他是如何准备角色的。或许他会花几个小时研究幽默的艺术。或许他只是在观察日常情景。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生活充满了有趣的瞬间。
当然，我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幽默之处。我也是，比如我不小心穿错了袜子。这是个典型的错误，我犯过的次数多到数不清。这倒是个很棒的聊天话题。没错，你觉得我的穿搭怎么样？没错，然后你还可以把这一切归咎于赶时髦。我会记住的，我会自豪地接受我这双不一样的袜子。我也要加入你们，我们将一起引领新的潮流。时尚迷糊风的潮流，听起来像是一首热门歌曲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你，哪怕晚点也行。第10课，保持安全并与外界保持联系。了解信息并积极主动地保护自己，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自己。没错，时刻注意周围环境至关重要。我最近读了一篇关于人身安全提示的文章。哦，都提到了哪些建议呢？其中一个建议是永远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这是个非常中肯的建议，我们的直觉往往很可靠。是的，另一个建议是把紧急联系人的信息放在手边。这很有道理，有人可以打电话倾诉，确实能让人安心。没错，了解当地的紧急电话号码是明智之举。我同意，这能在危机时刻节省宝贵时间。此外，了解公共场所的逃生路线至关重要。这真是个绝妙的观点，知道如何快速逃生可能救命。你练习过任何自卫技巧吗？我上过几节课，他们出乎意料的让我受益匪浅。我能想象，我应该和你一起上课。那肯定很有趣，而且学习新技能总没坏处。我同意，我们可以互相激励。没错，团队合作让一切都变得更轻松、更有趣。说到团队合作，你觉得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安全俱乐部吗？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可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。我们可以定期组织会议，讨论安全提示，甚至可以邀请嘉宾演讲，这将有助于提升学习体验。是的，我们携手就能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。我太喜欢了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俱乐部变成现实吧。第11课，音乐梦想。太棒了，我一直都想学乐器。真的吗？你对哪种乐器感兴趣？我特别喜欢吉他，它看起来用途很广。吉他真是个绝佳的选择。它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？我喜欢它几乎可以应用于所有音乐类型。当然，
而且它非常适合大家一起唱歌。没错，我已经能想象自己围坐在篝火旁，弹着吉他的样子。听起来真不错，你玩过吗？我试过一次，但是手指太疼了。啊，这就是初学者常遇到的困难。不过别担心，以后会越来越容易的。但愿如此。你花了多久才学会？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才适应。真是令人鼓舞。你是上课学习的，还是自学的？我一开始上了课，但后来就开始自学了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平衡点。有什么给初学者的建议吗？先从简单的和弦开始，并定期练习。我可以做到。那歌曲呢？选择你喜欢的歌曲，这会让练习变得更有趣。真是个好建议。我会先从简单的开始，比如经典曲目。一闪一闪小星星永远都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太棒了！我可以用这个给朋友们炫耀一番。当然，他们一定会惊叹于你的才华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开始了。你最喜欢演奏哪首歌？我喜欢演奏 Wonderwall， 它总能让大家跟着一起唱。这首歌太棒了，我一定要学这首歌。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音乐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。我对这段旅程充满期待。谢谢你的鼓励。不客气。等你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即兴演奏吧。我非常期待。音乐真是一场美妙的冒险。第12课，适合初学者的建议。我刚报了个健身课，好兴奋啊！太棒了！你选的是哪门课？我选择了一节瑜伽课。我听说瑜伽课很适合初学者。绝佳的选择。瑜伽对增强柔韧性和放松身心都非常有益。我希望在摆造型的时候不会摔倒。摔倒也是乐趣的一部分，你会一笑置之的。没错，我的生活确实需要一些欢笑。如果您需要推荐适合初学者的课程，请告诉我。非常感谢。您还有其他建议吗？或许可以去上舞蹈课，这是一种保持活力的好方法。跳舞听起来很有趣，不过我跳舞跳得不太好。别担心，每个人都曾是新手。听到这个消息真让人放心。您推荐哪种风格呢？尊巴舞太棒了，它以一种充满活力的方式将舞蹈和健身结合起来。我听说过尊巴舞，听起来像个派对。没错，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锻炼。听起来不错。力量训练怎么样？
先从较轻的重量开始，注重动作规范，而不是举起重量。有道理，我想避免受伤。明智之举，安全是任何锻炼计划的关键。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入门级练习？像深蹲和俯卧撑这样的自重训练是很好的入门选择。我能应付，我试试看。太棒了，坚持不懈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会记住的，谢谢你的鼓励。不客气，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你的进展。我会随时向你汇报情况，尤其是如果我做瑜伽摔倒的话。第13课，健康饮食。我看到你们这里有很多水果和蔬菜。是的，我认为它们对健康饮食至关重要。当然，对于想要开始健康饮食的人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当然，首先，厨房里一定要把水果放在显眼的地方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这样一来，它们就更有吸引力了。没错，眼不见，心不念。那么蔬菜呢？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蔬菜。我建议想办法用有创意的方式来烹制它们。比如什么？我需要一些灵感。试试用橄榄油和香料烤制它们，这样能提升风味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很想尝尝。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水果或蔬菜？尽量选择多种颜色，不同颜色的食物提供不同的营养成分。所以，我的盘子颜色越鲜艳越好吗？没错，就像再吃一道彩虹。我喜欢这个画面。零食呢？选择水果或坚果代替薯片或糖果。真是个明智的选择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健康零食？我喜欢苹果片配杏仁酱，既美味又饱腹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把它加到我的清单里。你会惊喜地发现它有多么令人满意。我必须承认，我很难摄入足够的蔬菜。你并不孤单，很多人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。有什么方法能让它们更有趣吗？试试把它们加到冰沙或汤里，这样既能掩盖味道，又能保留营养。这真是个巧妙的办法，我一定要试试。记住，小小的改变也能带来巨大的结果。非常感谢您的指导，我感觉动力十足，准备开始这段旅程。第14课，规划完美旅行。最好尽早安排好行程。同意，让我们好好计划这次旅行，避免最后一刻出现任何混乱。我们应该首先安排什么？
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即预定住宿。这真是个明智之举。你心中已经有具体地点了吗？我当时在想，海边那家迷人的小酒店。听起来真棒，我已经能想象到那里的海景。是的，海浪的声音会让人非常放松。我们是否也应该考虑交通运输问题？当然，我们需要决定是开车还是坐飞机。开车出行会更灵活，但坐飞机更快。没错，这完全取决于我们有多少时间。如果我们乘飞机出行，应该尽快订机票。是的，随着出行日期的临近，机票价格可能会迅速上涨。那么活动安排呢？我们需要列个清单吗？真是个好主意。我想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和海滩。我非常想在那儿尝试一些水上运动。算我一个，我一直都想尝试桨板运动。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们也应该看看当地有没有什么活动。没错，节日可以为我们的旅行增添独特的体验。你负责安排住宿，我来查看活动日程。太棒了，团队合作让一切都更高效。吃饭方面呢？我们应该查一些餐厅吗？当然，我想尝尝当地美食。我已经开始期待各种美食了。我也是。我们来列个必尝菜品清单吧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精心策划的旅行一定会令人难忘。